新婚夜，老公逼我玩一个小游戏，交换秘密，交换彼此内心最深的秘密。周夜半真半假，我曾睡过你的闺蜜，我主动的。轮到我沉默片刻，我杀过人，你信吗？周夜笑得厉害。亲爱的，你是气我刚说的吗？逗你玩而已，我只是喜欢你吃醋的样子。周夜是有名的富二代，情场高手阅人无数，愿意与我这样出身平凡的灰姑娘结婚，以跌破大家眼镜。收心前再花一把，无可厚非。周夜兴致盎然地催促，作为交换，你同样要说出一个秘密。一定要吗？我为难地抚摸丈夫英俊的脸颊。那好吧，但听完你可不能后悔哦。当然。酒气涌上，让埋在灵魂最深处的记忆开始发酵。我凝视丈夫，我杀过人，在15年前那晚。至于死者，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我的父亲在成为赌徒前是个好人，他是国营厂会计，日子不富裕，但胜在温馨。直到07年股灾开始，那年人人都很疯狂，全民炒股，我爸也难免俗。一开始他只是用闲钱玩玩，可越炒越上瘾。他嫌本小，就动了厂里货款的主意，越挪越多。为了屏障，他鬼迷心窍，找高利贷了50万入市，想赚了就填回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听到这，周夜不禁嗤笑，韭菜总是这样朴信又天真。是啊，我爸总认为自己能逆风翻盘，每一次都输，越输就越想赢回来。他丢了工作，卖房卖车都还不上债务，被高利贷打得鼻青脸肿，还扬言要杀了他。我妈没办法，拉下脸面四处求亲戚借钱，卖了姥姥留下的房子宅基地为他还债。我们抱头痛哭，爸爸发誓一定洗心革面。可转头他又去借了高利贷，那么多钱要还到什么时候？爸爸信心满满，一把排下10万，手气好3-4轮就回来了。爸爸潜逃后，妈妈带着我东躲西藏，可无论搬到哪里，高利贷都能找到我们。我的人生迅速陷入泥潭，越挣扎陷得越快。有天，爸爸突然来接我放学，数月不见，他说自己找到新工作，很快我们会一家团聚。那会我才高1，对人性欠缺认知，我坚信爸爸只是短暂地误入了歧途，一定会改邪归正。我牵着爸爸的手，兴奋地说了很多，说我考了全级第1，被选拔去参加奥数比赛。爸，我一定努力，大学可以助学贷款，不用家里给钱的。他心不在焉地听着，时刻警惕周围动静，在我口渴之际，适时递来一瓶可乐。爸爸好细心啊，还特意给我拧开了，只是手不停发颤，让气泡不可避免涌了出来。我接过，没注意到爸爸眼中一闪而过的挣扎。就这样，我珍惜地喝下了这瓶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可乐。你爸在里头下了药？周夜声音紧绷，觉得不可思议。很奇怪嘛，赌徒赌到最后，人性都会失去，何况父亲这个虚无缥缈的身份。喝下饮料后，我彻底失去了意识。等醒来，我睡在一家高档酒店的床上，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糜烂的香水味。爸爸和颜悦色地守在边上，关切地说我中暑了，以后学习不要太辛苦。我浑身很痛，也压根不记得发生过什么，只要一想就头痛欲裂，只剩光怪陆离的残影，记忆彻底断片。我很害怕，浑浑噩噩离开时，爸爸还千叮万嘱，你妈现在不让我见你，要瞒着她知道吗？你要相信爸爸一定会翻身的，让你读最好的学校，去国外留学。我并不傻，一定发生过什么。下体有严重淤青，虽然身体被洗得很干净，可里头还有血丝。校服是被换过的，不是我原来那套。每走一步，陌生的钝痛感从身体中间阵阵涌上。我很害怕，不得不把一切告诉妈妈。妈妈立刻带我去做检查，我果然遭到了侵犯，还不止一个人，是许多人。我的世界坍塌了，躲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见人。我曾想过死，可我始终不甘心，我不甘心自己会被爸爸这样对待。爸爸从小他疼我，别人重男轻女，他不会，给我报的补习班是最贵的。说到这，我眼眶湿润，声音不自觉柔软。厂长千金学钢琴，爸爸看我羡慕，去外头送水倒卖二手电器，给我买了台全新的钢琴。小时候，从厂房到员工宿舍楼要走一条泥泞小路，爸爸看出我不舍得新皮鞋沾泥，他奋力举起我，让我骑在他脖子上。公主请坐好，起驾回宫。爸爸笑呵呵，视野一下变得好开阔，我张开手咯咯大笑。夕阳在远方，风快乐地掠过我们父女。我永远记得爸爸托举我时的模样。这样的爸爸，会把我送到陌生男人床上吗？爸爸还是找到了我们。他跪在我面前，恳求我，闺女，你想看爸爸被砍死吗？爸实在没办法，几百万爸怎么还呀？现在那边网开一面，说只要你去外头干5年，就能把爸爸的账一笔勾销。5年而已呀，好陌生，世界好陌生，好荒谬。爸爸涕泪横流，给我不停磕响头，就5年，平日只要多吃药，多吃就不会怀孕。安安，你救救爸爸呀！我妈下班回来见到这幕，撕心裂肺扑了上来，你不是人啊，你给我滚！两人厮打成一团，我爸掐住我妈脖子，恐惧的双眼暴睁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不知道他们的手段有多残忍，我亲眼看过他们下手，是真的会砍人双手，割掉人器官。我妈双手拼命挣扎，像溺水者，喉咙里丝丝喷粗气，可我爸仍没收手的打算，他用力用得青筋必出。就在这时，砰！
爸爸不可置信回头，是我高高举起一座奖杯，用尽全力朝我爸后脑勺砸下。全省奥数冠军杯，做工厚重，足以杀人。我脑子那一刻什么都没有，空白，彻底的空白。爸爸捂着手去抓，妈妈慌乱地用一节电线勒住他脖子，他拼命收紧，勒得我爸眼球暴起。我趁此机会卯足气力，再次砸下。爸爸瘫软在地没了动静，好半天，我妈才颤颤巍巍伸手探鼻息，没气了。我们合谋杀了爸爸，保护我是妈妈最本能的反应。她想保护我有什么错？我不想再被卖，又有什么错？可一旦报警，我们总是错误的一方，一辈子背负上杀人的罪名。我的未来，我的清白，我的人生会就此毁掉。我们又惊又怕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妈妈小心翼翼探出头，整个小巷道里除了月光静静，巷口还有人。那是个开便利店的老太婆，叫张婆，但好在她是瞎子。我们把爸爸装进红白蓝袋子，一前一后慢慢拖动经过时，张婆忽然开口：“安瑞妈那么晚去哪呀？”老太婆佝偻背坐在黑暗里，那双浑浊发白，仿佛没有瞳孔的眼睛看了过来。我妈一惊，手松了，湿带掉地上。我妈声音紧张的要崩出棱角：“没啥事，去倒点垃圾。”老太婆面无表情看了过来：“可你这垃圾太大，太新鲜，这样倒可是不行的。”我整个人瞬间懵了。原来张婆天生眼睛异常，但并不是真盲人，她只是一直利用盲人身份骗多份补助。冷汗爬满后背，恐惧完全掌握了我的灵魂，我简直要没法呼吸了。我要怎么办？她要报警，还是勒索？可我身无分文，能给什么呢？老太婆浑浊的眼珠定定转向我：“我可以帮你，如果你愿意相信我。”故事说到这，我有些口渴了。周夜听得入神，催促接下来呢，他显然被故事深深吸引住。我不着急，而是反问：“如果是你的话，会怎么做呢？”他思索片刻：“我会答应吧，反正都这样了，不如拼死一搏冒险。05年，摄像头远没现在普及，还是有逃过的可能。不过，一个老太能有这本事？”我对这个回答似乎不太满意。其实，并不是只有一个选择呀。我半张脸陷在阴影中，低笑。我们这边可有2个人，张婆只是一个无亲无故的瞎老婆子，所以我们也有杀人灭口这个选择。看着这样的我，周夜变了脸色。我抓起他的手，手掌心又湿又冷，我心疼的捂住。杀了他，这个念头确实出现过。我当时脑子很乱，有那么短暂的瞬间，我感觉自己成了我爸，只能孤注一掷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人的赌性会彻底爆发。在生存面前，我们都可以成为最疯狂的赌徒。最后，我选择相信他。张婆让我们把尸体拖到她的厨房，我们照做了。她先问我妈打算怎么办。我妈以前爱看电视，对犯罪的常识只停留在刑侦剧里的毁尸灭迹，扔了。扔去海里，垃圾场。他的胡言乱语引得张婆一阵冷笑。瞎扯什么？车呢？你们用什么抛？打车？坐公交？用什么包裹？袋子还是行李箱？你家有吗？我妈沮丧地摇头。张婆一个个问题现实又尖锐，她根本无力招架。这个点打车一定会让人记住，你们连基本的工具也没有，怎么抛？最近的海湾离这有130公里。再说，人的肝温可以测出死亡时间的，一旦追根溯源，你们都逃不掉。那怎么办？一筹莫展之际，张婆悠悠说了一句：“是倒也不难办，尸体没了，那自然就测不出了。”从那天起，老太太不再卖炸肉饼，而是改卖起卤味。我妈帮佣，张婆从旁指挥。邻居好奇，她就乐呵呵说：“老婆子，我一手好手艺，总不能失传吧？安瑞妈能干能吃苦，咱们合伙发财啊！”确实，张婆很会卤。她说要肉清甜，不厚重堵人，区别就在控火候和撇油上。火大了，肉就会柴；糊底子；火小了，糖味上不了肉。天还没亮，我妈就骑板子车从批发市场拉回30斤冰冻肉，里头有猪头、猪脚、猪大肠、鸡心、鸭心10几种部位。我妈紧张的直搓手，会不会被吃出？张婆子立刻瞪了她一眼：“谁家不用冰冻肉？多下料就行了，谁吃得出？对了，你洗猪头肉不能偷懒，里头耳毛鼻毛多，可要把脏东西全洗干净才成。”可以说，那些天我妈不眠不休，片刻不敢离开卤锅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揭开锅后，霸道的肉香瞬间笼罩满整个房间。我妈不由自主深吸口气，真香啊！不光香，我们给量给的还多，住这附近的手头都不宽裕。张婆就让我妈看好馍饼，把卤肉剁碎塞满馍里，一口下去馍酥脆肉香甜，生意能不好吗？就连高利贷来也吃了不少。爸爸失踪后，最着急的是他们。这天我在放学路上被几个凶神恶煞的高利贷堵住，说：“你爸去哪里了？”刀架在我脖子上，但我不吭声。领头的恶狠狠揪住我头发：“别装了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我知道他失踪那晚来找过你。”我被揍得奄奄一息，仍坚持毫不知情。都干嘛呢？给我住手！被斗殴声引来的警察扣走了高利贷，混混开始还很嚣张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他爸欠钱就得他还。
抓人的唐警官厉声警告，天经地义。告诉你们，因赌博产生的债务属于非法债务，法律不予支持债权人追讨。你们非法催债，严重触犯法律。再让我发现骚扰安瑞，就不是7天禁闭那么简单。赌对了，我面上抽泣，心中松口气。唐警官果然为人正直，不枉我这些天总绕远路走这条路。唐警官扫向我这间家徒四壁的出租屋，当他视线落在我的奥数奖杯时，我的呼吸一下顿住。奖杯一角被头骨磕坏了点。没事的，我不断告诫自己，距离我爸消失已经有了1个月，赌徒抛弃妻子失踪死亡都是常态，就算拿去化验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最终他只是同情地拍了拍我肩膀。我女儿跟你一个班，提过你的事，安瑞千万不能放弃学业，你跟你爸是独立的民事主体，你没有义务为他的赌债买单。如果他们再来骚扰你，直接打电话给我。在老师的帮助下，我一直住校，高利贷再没找过我麻烦。我顺利度过了高考。离开那天，我问过张婆，您为什么愿意这样帮我？有啥肯不肯的？我乐意呀。老太婆默不作声地看向墙上，我顺着看过去，那里供着2尊牌位，是她女儿的。我后知后觉想起一桩八卦。张婆命苦，早年丧夫，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女儿遇人不淑，怀胎8月时被男人家暴跳楼死了。没多久，那男的也神秘失踪了。或许他女婿并没畏罪潜逃，而是就在这儿。真好，我一边擦拭卤锅，一边想，那这样我爸就不孤单了。之后我去北京读书，拿到公派奖学金出国工作，遇到你之后的一切你也知道，这就是我的秘密。浪漫的婚房中，周烨的表情变得古怪，他就这么盯着我，眼神里充满怀疑的味道。我跟周烨的相爱堪称戏剧。我们结缘于滑雪场，遇上缆车事故。周烨有幽闭恐惧症，不得已，我只得搀着犯病的他徒步寻找救援。刚才婚宴发言，周烨提到第一次去我家的情景。有次10几个小时飞回国，安瑞接我回家，给我做了碗热腾腾打卤面。我以前没定性，每天在不同的酒店里醒来，生活飘在云端。这一刻，看他在厨房忙碌，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。对我有所图的人太多，我一眼就能分辨出。可安安，我知道你就是图我这个人。我热泪盈眶地捂住脸，甜言蜜语言犹在耳。不过2小时，周烨下意识避开我的亲吻，新婚的旖旎氛围荡然无存。我正要解释，这时佣人咚咚敲门提醒：太太，您老家的客人来了。看我出去迎客，周烨心有余悸瞥去一眼，可只一眼，他就整个人僵硬在原地。客厅里，那个风尘仆仆赶来的老太婆，就有一双发白的盲眼。这一刻，故事与现实的边界模糊了。本应是故事里的人物，却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。为什么？难道杀人的故事都是真的？寒意从周烨脊椎上升，周烨感觉自己陷进某个精心编织的陷阱里。那碗征服他味蕾的打卤面，就出自女友的之手。枣红色的老旧卤水坛里，他用筷子飞快插出一坨卤得深红发黑的肉，趁着热腾剁得稀碎，佐以小葱，香得食指大动。宝贝，你这手艺比我们5星级大厨还好。他每次都会连汤汁一起吃干吸净，女友则笑得意味深长。是吗？我妈留下的卤料，独家秘方，多年沉淀，与外头当然不同。多年卤味，周烨头晕脑胀，感觉胃在痉挛，恶心的翻江倒海。他不可能接受枕边人是凶手，哪怕是迫于无奈的也不行。周烨立刻打给女秘书，气急败坏，你现在立刻查一下安瑞15年前的家庭情况，尤其是他爸爸的，快！客厅里，我正跟张婆寒暄，她拘谨地坐在沙发边。村里涨水，去火车站的路又堵着了，误了你大喜的时间。周烨一向不喜欢跟我老家的亲戚打交道，今天却一反常态，出来问东问西。在经过张婆时，他手里的茶杯掉落，要不我眼疾手快，这杯热水就洒老人身上了。他不断试探老人，张婆，你真是一点都看不到了。一无所知的老人说是啊，白内障，几乎看不到了。这次多亏我外甥送我进城，安瑞要我进城做手术。哎呀，一把年纪，别费这个钱了。看周烨那紧张兮兮的模样，我忍俊不禁。送走张婆后，我从后环抱住她的腰，意味深长地笑：老公，你不会真信了那个故事吧？那到底是故事还是你的秘密？周烨呼吸急促起来，我贴着他背脊，感受背脊传来的轻微的战栗。张婆呢，是我妈那边的姑婆，刚才故事里借用了她的形象，这种手法在故事里很常见呀。你想，如果真是她，15年过去，年纪也对不上啊。这时，他秘书发来调查信息，我眼疾手快，抽走他的手机，不顾周烨阻止，大声读出这条短信内容：周总，太太的父母都还健在啊，15年前是国营棉花厂的厂长，订婚时不也来了吗？您记得吗？安瑞，把手机还给我。看周烨脸色铁青，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乐不可支。亲爱的，这个故事是取材于我爸厂子里的真实故事，名字就叫欲望，是提醒你，男人控制不住欲望，迟早会引火自焚，你说是吗？周烨终于意识到我在生气，只是我跟别的女人不一样，我越生气，笑得越开心。周烨，你在新婚夜勾引我闺蜜，我还不能生气。你回来时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。真相往往都以玩笑的形式出没。
江思思是我的闺蜜，模特出身，长腿诱人，周烨早对她有兴趣，当然，他表示那都是过去式。就这一次，不会再有下一次，我对你保证。为表决心，周烨当着我面打开微信，删除了对方所有联系方式。安安，此时此刻，我爱的只有你。周烨捏着我下巴，想亲吻我，美人当前，他只觉浑身燥热。想直起身，却膝盖一软，他浑身脱力一样，瘫软在床上大口喘气。等等，我怎么用不上力，心跳还特别快。我轻声安慰，没事的，这都是中毒后的正常迹象。周烨猛地睁大眼，这种毒虽然致命，但发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他察觉，我才选择用故事来麻痹他的情绪。当人的注意力被分散时，自然会忽略身体里萌发的异样。成功的故事一定可以调动读者情绪，你会把心跳、出汗、身体发抖归于故事，归于酒精，偏偏不会归于中毒。我非常满意，看来我的故事非常成功。为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周烨他眼里全是恐惧，身体剧烈抽搐，牙齿咯咯打颤，他奋力想爬下床，我用拥抱的姿势牢牢压住他。从故事一开始，你就该有所警觉。15年前，如豪大酒店，不记得了吗？凌辱我的那帮富豪子弟里，就有周烨。我给过你逃生的机会，毒发需要时间，如果你对我们抱有愧疚，一定会察觉警惕，继而自救。可遗憾的是，你毫无察觉，你忘记了受害者的一切，也是在你眼里，我们就是韭菜，是工具。我拼了命也想遗忘的回忆，对周烨来说不值一提。毕竟，周家是当地最大赌场酒店的主人，15年前还在放暑假的周烨被父亲打发来学管理。得知某些 VVIP 客户喜欢仙嫩女学生，他立刻吩咐属下，那就去找啊，要漂亮清纯的。对了，不是有那么多欠债的吗？他们难道没女儿？打开思路，女孩工作3天，就给他们少算1天的利息，够可以了吧？韭菜烂根没用了，可他们还有下一代啊。过去不堪回首，可我本就在深渊中。记不清了吗？让我帮你回忆一下，那是周4，天很蓝，你在顶层套房搞睡衣 party， 我们被送来时，里头正播摇滚乐，你开门后责问这么那么慢，然后我们4个女孩就被送了进去。安安，我错了，我是爱你的。周烨喉咙几乎要发不出声音，他卑微地向我乞讨，我那会儿年轻，不懂事，做了错事，给我机会，我来弥补你。你年轻，那我呢？我面庞垂得很低。你总说我不是图你的钱，这一点你倒看得很准。我从头到尾图的都是他的命。周烨身边常年配有保镖，他警惕心又很高，要接近他很难，想全身而退更是难上加难。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他，我分析他的生活习惯、心理缺陷，从他从小丧母疑心重这点对症下药，逐一攻克。我制造事故，让他依赖我，我物欲淡薄，对金钱珠宝毫无兴趣，让他放心我。我主动提出婚前协议，证明自己别无所图。周烨痛苦地仰起脸，卧室在别墅2楼，女佣保镖都在1楼，他拼命想呼救，可喉咙只能吐出丝丝气声。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漫长，挣扎声渐弱，像人生的苦难，也总有平息的那一刻。等到房间只剩我一个人的呼吸声，我才看向镜子，上头映出此刻我森冷带笑的面庞。怀中的男人双目暴睁，脑袋软软歪向一边，他死不瞑目，很如我意。顷刻间，我眼泪汹涌而出，衣衫不整，声嘶力竭地夺门而出。救命！快来人！我老公出事了！富家子猝死于新婚夜。这事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一时间众说纷纭，什么稀奇古怪的谣言都有，有的说玩多人游戏猝死，买凶杀人，甚至扯到泰国邪术。警方很快断定，这并不是普通的意外。死者身体表面没有外伤，但在体内找到药物残留，周烨是死于谋杀，是寻仇。别墅里有专业安保，也没有外人入侵的痕迹，这个可能基本可以排除。既然不是外人，那就是内鬼。作为妻子，我是最先被怀疑的。审讯室里，警察厉声问我，你们独处的这1个小时里，难道就没发现他的异常？很严厉的口吻，看得出是想给我压力。我神情麻木，眼睛哭得跟核桃似的。我们结婚来的客人多，周烨喝了很多酒，我也是晕晕乎乎的，真看不出。周烨是出了名的玩咖，有过关系的女性非常多。婚礼上，他的前女友也来了。怀疑情杀吗？我语带哭腔，肝肠寸断。是的，是我提出的邀请。警官，我丈夫的过去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如果我连这点承受力都没有，怎么当周家的媳妇？况且我们签过婚前协议，我老公死了，我能得到什么？连保险受益人写的也是我婆婆的名字。报告出来了，周烨身中的是种慢性毒药，并不能立竿见影起效，发作需要起码3个小时。死者被下毒的时间，安瑞正在化妆室换婚纱，一直有人证，他没有作案时间。周家生意不干净，看样子要从仇杀这里入手了。没有作案条件，也没有动机，我的嫌疑很快被排除。离开审讯室时，迎面走来个熟人，我憔悴的点头示好。关上门时，我听到年轻警察八卦：“唐队，你们认识啊？”唐队看着我的背影，有些愣神。是认识。15年前，他父亲欠赌债跑路，
妈妈也抛弃她，是我帮她赶走的高利贷。是个很上进的女孩，可惜命不太好。我的命确实不好。我说的故事里，妈妈特别爱我，对我不离不弃，她带着我转学，为我熬夜打工，知道我被欺负后会跟我爸拼老命。漏风阴暗、老鼠出没的出租屋里，我们母女相依为命。我多么希望能拥有这样共患难的妈妈呀！可惜爸爸欠债后，妈妈果断离婚。她早就厌倦了我爸的无能，放弃抚养权，与情人远走高飞。车站，我跪下哀求妈妈带我走，她掰开我的手指，不为所动。安安，你爸需要你，妈妈不能自私，带你走。你陈叔叔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你有事就打这个电话，妈妈会尽量想办法的。我被欺辱后，用仅有的钱打出长途电话求救，那边传来绝望的机械女声：“您拨打的用户是空号，妈妈骗我，那是个空号啊！妈妈，我好痛，好痛啊！”我衣衫不整，躺在潮湿阴冷的破屋里，盯着头顶那片墙面发呆。白墙脏污，层层霉菌腐蚀着我。谁来救救我吧？在故事里，我很想对过去的自己好点，于是有了相依为命的妈妈，有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张婆。既然人物是虚构，那个残忍的夜晚，是否又真实存在过呢？我的爸爸到底在哪里呢？警方调查再次陷入困难。他们怀疑凶手是在敬酒环节下的毒，可那天宾客家酒店工作人员足有700-800人，寻找线索难于登天。随着调查深入，警方有了意外收获。周夜的保险柜中藏有许多劲爆视频，里头的主人公不少都是名流政要。周夜热衷搞非法聚会，也是用这些视频作为要挟。舆论哗然，他防了我最喜欢的爱豆，居然也是 party 常客，这还不该死？死得好啊！到底哪个大神干的？受我一拜。周家不是热衷做慈善吗？还赞助了许多女校，人面兽心，细思极恐啊！我就是受害者之一。他们说会在聚会里给我介绍资源，我喝了东西失去了意识，醒来后身边全是陌生男人，他们威胁我说报警就把视频捅到我学校。像我这种情况绝不是少数，我也是。当时因为害怕选择沉默，可沉默没用，伤疤捂着只会越来越痛。我愿意出庭作证，我有证据。受害者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多人勇于站出来作证。视频引发的舆论风暴，周氏股价暴跌，多人被逮捕，并将面临多项重罪指控。周夜的死被铺天盖地的谩骂与新的调查掩盖。可毒到底是怎么下的呢？这个问题，周夜恐怕到死也想不到。真相就在故事最开始的地方。婚床上，酒气上头的周夜半真半假说：“我勾引了你的闺蜜，我主动的。”在试衣间里，走廊上，另一批嘉宾进来录口供。我与姜思思目光在半空碰到，又自然地错开。所谓默契，就是一切都可以尽在不言中。是的，毒就在她肌肤上。15年前被侮辱的女孩不只有我，其中有帮我身份打掩护的女秘书，也有姜思思。通过短暂的肌肤接触，毒素进入周夜体内，再由我接手，这样我们彼此都能拥有不在场证明。酒店平日由周夜管理，他可不会蠢到去有监控的地方。非常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最完美的作案地点。我跟姜思思是在酒店认识的。当年报警无果后，我尝试进酒店拍下证据，被保镖发现后，是姜思思把我拽我进清洁间躲过一劫。你疯了吗？你敢把证据送警局？今晚死的就是你。他爸被做局，欠下高昂赌债，最后浑身器官被掏空扔大街上。我们同病相怜，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。那夜，我爸要我去卖，我不肯。我鼓起勇气拒绝。警察说过，我们是独立的个体，你的赌债我没责任替你还。我爸被气得不轻，两手卡住我脖子。我生你养你，你跟我扯独立，没我你能长那么大？就是还我这条命也是应该的。即将晕厥前，一个身影从后扑了过来，赶来的姜思思举起我那座奖杯砸下去。我爸惨叫一声松开手，他满头是血，疼痛让他失去了理智，操起奖杯狠狠砸起思思。情急之下，我扯过地面一截电线，死死缠住他的脖子。我咬紧牙关，拼了这辈子所有气力往后扯。每一次力量相搏，我都能清晰听到自己心脏在狠狠跳动。小时候，爸爸力气很大的，他能高举起我，让我高过芦苇地，伸手可触天空。手上电线越来越紧，眼泪模糊了一切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。啊！短促的哼叫声戛然而止后，万籁俱寂。爸爸终于是没气了，金灿灿的奥数奖杯沾满血，就这样滚在尸体边。我跟姜思思都在喘气，拼了命的喘，一时间谁也没说话。不能报警。姜思思捂住自己头破血流的脑袋，不然你下辈子都会毁掉。我们得先处理现场。处理掉？你说的容易，这个点打车一定会让人记住。我们连基本的工具也没有，怎么抛？最近的海湾离这有130公里。我身体一直颤抖，牙齿紧扣，拼命不让眼泪流下。再说，人的肝温可以测出死亡时间的，一旦追根溯源，我们都逃不掉。该怎么办？为什么命运要对我们这样残酷？哪儿都是牢狱，我们早就无路可退。我掏出床底，早就藏着瓶农药，那是我给自己准备的最后退路。我哑着嗓子惨笑：“你快走，
这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我死了就一切结束了。不行，不行的。可思思不肯。黑暗中，他紧紧搂住我，生怕我会干蠢事。他说，自杀的人轮回不了，下辈子我还得吃苦。一定有办法，一定。夜幕尽头，他猛地抬起头，提出一个可能。你说，如果尸体没了，是不是就什么都测不出了？思思爸赌博钱，经营着一家卤味店。他家后院锅碗瓢盆一应俱全，他从小帮佣，做的一手好卤味，充斥着八角茴香肉腥的卤水味进了我每个毛孔中，味太大，蚊子都不稀罕咬我。厨房里谁也没说多余的话，我们只干活不吭声。当然，思思会偶尔提醒我，火太大了，烩柴得慢慢来。好，冰冻肉不要紧，味加重，关键要洗干净点。知道。隔着袅袅烟火气，我们四目相对，汗水挂我们脸上，晶莹剔透，摇摇晃晃，眼泪一样，就是不肯掉下去。我喜欢讲故事，人生就是一段故事，有起伏，有低谷，也有高潮，自然也会结局。当周夜当着我的面删掉江思思所有记录时，我知道这个故事终于可以开始谱写结局了。这个我们等待了15年的